踩完 ，kick down， 100，我老诶！哈哈。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今天我隔壁有一位 Edmund， 么么哒，喂，没有关马达，地面喂。今天我们要来做什么呢？今天要试驾 Volkswagen Myvi 上云顶。但是在这个影片呢，我首先会先介绍这辆车啦，还是以往的 Part 1跟 Part 2之分。这辆车好像没有介绍过哈，只是上个影片呢，就是拍了去换轮胎啊，讲一下轮胎这样子。一个性能车就是要好一点的轮胎，对吧？这个影片呢，我们就会 walk around， 然后我们试驾到云顶山脚。Part 2呢，我们就会一起上云顶啦。但是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到我更新影片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话不多说，我们去看一下 ，Let's go。首先在讲这个车之前的话呢，先要告诉大家一点哈，这辆车其实是要卖，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络我的 IG 哈。虽然这辆车2012年的 Volkswagen Golf GTI 马来西亚版本的，然后它是 SE 版本，多了一个天窗的。如果你们有兴趣想买的话呢，可以 PM 我的 IG KL 或者 PJ Area 这里看车啊。这辆车已经是 Stage 2了的 ，Revo 的 Stage 2 AWE 的 exhaust 很难讲啦，是啦，已经是整个月没有洗车了啊。这辆车也是很少驾哈，现在。around 应该我也不用做太多，因为 Mark 6的 TSI 1.4呢，我是有试驾过一次的，是在2年前。现在终于有机会来一个 Mark 6的 GTI 啊，这个 logo 大家都知道，以往的都是OK。后部空间的话呢，不用怕，比 Myvi 还要大哈，所以这个 Volkswagen Myvi 的话呢，果然是高一等级啊。这个 Carbon。这辆车的高度为2个手指啦 ，Golf R 的 Absorber， 还有 iBug 的 Sport Spring， 经典的高尔夫的轮圈，我个人觉得很漂亮啦。不知道你们想法是什么？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然后后面还有 Brembo 的刹车皮啊，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前面这里也是要2根手指 iBug Sport Spring 配 Golf R 的 Absorber 哈，所以这辆车有 DCC 啊。当你换上 Sport 或者是 Comfort 的话呢，这悬吊会改变硬还是软呢的意思啦哈。原装的刹车通风碟啊，还有就是原装的 Single Port 啊，所以这辆车呢，你如果买了之后啊，可以 Plug and Play Golf R 的大的Single Port， 不然你就直接升级到4 Port 也 OK 哈。SE 版呢，它就会有这个 Daytime Running Light 啦。如果是在09年推出的 Golf GTI 是没有 Daytime Running Light 的。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大概是剩下3根手指啊。这个德国 Myvi 的话，果然跟本地 Myvi 不一样啊。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啊。这中央扶手棒哈，可以把我的手很舒适的放在这里，左右对称刚刚好，舒服。如果不够空间不要紧，椅背可以做倾倒，还有一个天窗，内饰都会有脚的迎宾灯，在前面左右边橙灯的。主要是它的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这辆车的顶是刚刚 wrap 回来黑色的，还有它的 side mirror 也是 wrap 回来黑色的。打开这么简单，按罢了。还有油压顶杆哦，第2代的11888的 2.0 涡轮增压4缸引擎，原装有210 PS， 还有280牛顿米的扭力，从1700转到5200转。Mark 5 GTI 200匹马力 ，Mark 6 GTI 210匹马力 ，Mark 7 GTI 就220匹的马力，0到100大概6.9秒。这辆车我说过了，它是 Revo 的 Stage 2，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Overboard 的 Air Filter，K&N 的有 Revo 的 Mapping 在里面啊，所以轮上呢大概啦260匹啊，350牛顿米左右，基本上的话没有漏油，没有什么，状况非常的好。然后最主要呢 ，Volkswagen 啊 ，Oil Filter 是在这里的，所以每次换机油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拆就可以了，方便，不用去到车底。注意那个 coolant 有没有漏哈，不要让这个 coolant 少，因为这种引擎呢，一热上来没有 coolant 的话呢，就糟糕了。所以记得要注意这个变速箱呢，是一个6速的 Wet Clutch DSG 变速箱，代号为 DQ250啊。没错的话，这个 DQ250是用到 Mark 7 GTI 上面的。Mark 7.5 开始呢是用着 DQ381，外观应该都不用介绍太多哈，反正就是一个普通的 Golf。我相信大家也看得非常的多哦。还有一点哦，这辆车有 XDS 哦，如果没错的话，它类似像 LSD 方面的东西，在上山的时候或者烧弯的时候呢，是有帮助到前轮会打滑那些的。这是它的钥匙，没有无钥匙启动，也没有无钥匙进入啊。这个年代老兄插钥匙的哈。然后最爱的就是那个风琴式踏板，这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哈。头灯开关，可惜现在 Volkswagen 已经是 Touch 了的。插钥匙。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浪哈 ，AWE 的 exhaust。哦，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那些按键都在这里，所以很顺手哦。比如说锁门啊、窗口啊，一键上下都有啊。还有它 side mirror 是这边调的，所以有一点类似像当年的日本车一样，它很顺手，都在这里。这个 meter 很好看，红色的。我之前驾那个 Mark 6的 TSI 呢是完全黑底，所以 GTI 是红针。如果是 Mark 6的 Golf R 呢，它是蓝针。舱其实也是刚刚换的。Volkswagen 有 reverse camera。哇哦，之前没有的啊，现在有啊，可以插 USB 在这里啦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或者是 Bluetooth 那些都有。原则是那种小小的 screen， 然后不漂亮的，功能也是非常简单而已。哦，I like this song。上路试驾吧。TBMS 的灯是亮着，是因为换了胎了就是 start 车，不懂为什么就亮出来了，然后是洗就洗不掉，但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一个灯罢了。这辆车最后一次把它开上山哈，所以你们期待我下一辆换什么车啦？东西顶着嘞，哦，我顶在这边，来，传统手刹我很喜欢啊。现在驾了这么多车啊，还是喜欢传统手刹，就是那种感觉一放啊拉方便很多哦。不然就脚刹咯哈，脚刹是比较高级一点的、elegant一点的车呢才比较需要。这样车的这个刹车哈，会有一点点，可以讲是有一点像日系车那种 spongy 的感觉哈。因为当你踩一点的时候，它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当你再踩多一点，好像又太过敏感，所以要有一段时间呢去习惯哈，怎么去驾驭哈。这个刹车，但是习惯了就 OK 啦，都是一个很好驾车啦。我觉得这种 size 哦 ，hatchback 在我们这种城市当中穿梭、会很方便 ，parking 的时候是最好的哦。Wheelbase 大概2600mm 左右而已，重量呢也大概在1200到1500公斤左右哈。这个是 Wikipedia 写的啦，实际上多少的话呢，就要看他车改了什么咯。车主也是很关键的啊，车主如果重的话呢，这个车也很重啊。要把车快一点的话呢，车主就要开始减肥。这辆车换了一个 MC6 Tire 真的是好太多了啊！因为之前那套那个 PS4 啦就没有什么花纹了啦，所以为什么会走去换那个 Continental MC6？ 所以是够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用的，要偶尔上一下山是 OK 的，下雨天也不太怕，排水啊也是相当的好，可以用 Pedal Shift。你看它反应非常的快，其实我觉得这一代的 GTI 是不是它比起了第7.5代的 GTI 哦的压箱反应快的太多了。不懂是不是 software tuning 还是怎么样，我都是觉得哦，它的这个 6-speed DSG 呢，不管是第6还是第7代的话，它的换挡会快的哦。反而加了7.5代之后，我觉得怎么好像在加 AT 的？你看它转速电，那样子。然后你看啊，我这个按键档是，你看它速度，还有降档补油哦。这样子有 DCC 对吧？这样是 normal mode， 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啊，这样加起来。如果你 lower 了过后，差别就不大了。严重的话就差别比较多哈。对。我先去 comfort， 因为它是 lower 了嘛，所以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点跳那个车，感觉上还舒服过 YV 改了 lower spring， 然后车脚是非常的稳哦。你看我过一个弯，也感觉到整辆车的重量，当我过弯的时候呢，它是很踏实的在地上。所以我驾了这么多车以来哦，有时候觉得在山路上面呢，大概1000公斤的车的优势是很好，但是驾久了之后啊，可能我们跑highway太多，就觉得这种1300、1400公斤的车呢，会更加稳重、更加踏实咯。哇，过完太爽了吧！完完全全就是没有什么车情的。我现在行驶这127 km/h， 我的转速大概在3000转，而且这个 exhaust 也不会太吵啊。当你在3000转左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会烦啊那种。很喜欢这个声浪配着这个 DSG。那我降档，哇哦！加 DSG 就是要给人家听，你知道没有？
你看前面的安克已经开着窗了，还要听我的声音了。这辆车可以打95啦，因为它的这个 mapping 是可以 support 95跟97的。当然你打97会有利一点哦，哈，是 auto tune 嘛，它95没有问题。一缸油呢，大概可以走400到500公里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每天拿来塞车啦，塞车的话还有一个技巧了，就是你都知道 DSG 的是不太适合拿一直塞，放一下 brake 踩一下油，放一下 brake 踩一下油，不要。它要当manual这样子加，因为 DSG 本来的设计就是原生于那个manual嘛。当前面车走了之后，我们就补一点油咯。给它去前面一点点，因为我们不要给它这个 mechatronic 或者是它的这个离合器啊一直在那边转，那边在烧。其实哦，加了这个 GTI 之后哦，你想要换其他车，其实是很难的事情来的，因为它的不动力本来就是这么好。你下一辆要换的车，你不可以输给它，你不可能换一个1.5的turbo，然后也不可能换一个 CVT。我顶在这边。哇 ，I like it man， 我跟你讲 ，DSG 最开心的时候是在4000到5000转里面换挡，哇，那个声音太好听了。其实 Golf 啊有出manual的，包括第7代现在有一辆要卖，我看了在 Muda 上面卖了很久哦，6-speed manual。我觉得买 Volkswagen 如果买manual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哦。因为本来我们买这个就是欣赏它的这个 DSG 发啦，还有 DSG 的这个换挡逻辑，还有它的这个速度，享受嘛。因为它又不是 JDM 哦，买manual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思这样。OK， 现在的时候我把它换去 Sport 的 DCC， 看一下有什么差别哈。OK 啦，车会跳一点点啦，跳一点点啦。是哦 ，steering 也会比较紧，我感觉到了，重一点点的。其实 exhaust 在车里面听没有很大声的，然后我在外面听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是要 show off。哦 ，DSG 来了，哇 ，My V。Off-road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上手 GTI。只要是改过 exhaust 还是什么的话，我很喜欢去 show off。我的 show off 是这种发烧哦，换牙哦，我不是那种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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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ng 那种哦。来了，还可以接受啦，还可以接受啊，至少我讲到话了。有些改出来的车就是跳到阿妈不认得我那边讲话有电影。像这个车嘞，不要求什么 blind spot monitoring 啦，也不要求什么 AACC 跟车啦，没有，这辆车没有。包括我们现在最新的 Mark HDI 啊，它也是没有给嘛，连那个 Auto Folding Side Mirror 都没有啊。热爱驾车人呢，还是会买这种车。热爱驾车人还是靠真正的技术，所以他很少会去理会想要那种被动式的，比如说 airbag 啊、循迹系统、防滑系统啊，这个会比较需要一点。那这个挡挂的话，忘了跟你们说，从 D 推过去左手边的话，它可以用 Pedal Shift 加解 Fully Manual Mode。但是如果你从 D 推下来一个 S 呢，它是一个 Sport Mode。现在我试一下的 Sport 啊，哇哦！瞬间马上跳到 S 档有没有？然后 S4 啊，踩完 kick down， 100，我老诶！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 太帅了吧！很开心啊，说不出的那种开心，就是冲出去，然后又有力，然后换牙又快那种感觉啊 ，exhaust 又好听，可以讲什么？没有东西好讲了，够了，真的。其实刚刚我放 S 档的，它跟 D 档的分别就是在于它的变速箱，我就觉得它的 throttle response， 它油门都是一样的 ，steering 也是一样的 ，steering 就是要跟着这个 DCC mode 啦。当你放到 Sport 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方向盘就会变重啊，重一点啊，没有重太多。这个 Sport 的话，表示着它的换挡逻辑会在 Sport， 它会延迟去换挡啊，然后还有提前降档的动作。这个声音好听，它又定哦，
又没有什么 body roll 哦，然后反应又快哦，方向盘的反应跟它车身的灵敏度，不愧是 GTI 是很多人喜欢的哈。其实当年我试驾的那个 Mark 6的 TSI， 它是1.4的 Turbo Charge， 还有这个 Super Charge 嘛，其实它1.4很有力一下的，很好加的，在云顶的路啊。一大清早空气好啊，看见老师在洗澡。咪咪蹦蹦跳跳，啦啦啦啦，随风摇。在这 Kara Highway 哦，这辆车是毫无压力的，所以不用讲太多。Turbo Charge 就是轻轻踩油了。哦，自己这样挡的啊，不是我啊！哇哦！还拖着摇了，哎，这样挡，哇，二手呢？我想跟你玩点，但是就算了吧。看你打压这样大力，我都怕了。哦，后面特别大力的，哦 ，rim。它的 rim 的 offset 不同 ，OK， 那来到这边的话呢，就感谢 MN， 我们下一集的松山云霄再见。我会放多一个 camera 在这里，做多一个视角。下车。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拜拜。